你们有没有发现，最近中国政府一直在讲一个词——反内卷？外卖在反内卷，快递行业在反内卷，连新能源汽车都在反内卷。但是很多朋友，特别是海外的朋友，听到这个词就一头雾水。什么是内卷？为什么要反内卷？这对我们的投资又有什么影响？今天这条影片，我会用最简单易懂的方式把这个复杂的经济现象讲清楚。我保证，看完这条影片，你不仅会明白什么是反内卷，更重要的是，你会知道这波政策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投资机会。记住，在投资市场上，理解政策就是理解机会。而今天我要讲的反内卷，可能是2025年最重要的投资主线之一。首先，我们来搞清楚什么是内卷。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想象一下，你带着孩子去看电影，本来大家都坐着看，视野很好，大家都开心，但是突然前排有一个人站起来了，为了看得更清楚，那么他后面的人怎么办？也只能站起来，然后后面的人也站起来，再后面的人也站起来，最后整个电影院的人都站着看电影。结果呢？每个人都比原来累了，腿都酸了，但是视野并没有比原来坐着的时候好多少。这就是内卷，大家都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但是整体的效果并没有提升，甚至可能更糟。在经济学上，内卷就是指付出大量努力，却因为递减定律而得不到等价的回报。大家都在恶性竞争，都在往底部竞争，最后没有赢家。让我给你们举几个中国经济中的实际例子。拿光伏行业来说，中国的光伏技术本来是世界领先的，这是好事。但是问题来了，当政府大力支持这个行业的时候，全国各地都开始上光伏项目，你做我也做，你降价我也降价，你亏本我也亏本。结果呢？光伏产品的价格跌到了成本以下，很多企业都在亏钱经营。明明是一个有前景的行业，却变成了一个大家都不赚钱，甚至大幅亏损的行业。这就像我刚才说的电影院例子，大家都站起来了，但是没有人看得更清楚。再看快递行业，中国的电商发展的这么好，快递需求这么大，按理说应该是一个很赚钱的行业，但是现实是什么？各家快递公司为了抢市场份额，不断的降价，降到最后，一个包裹的运费可能只有几毛钱。你想想，一个快递员骑着电动车，顶着风雨，把包裹送到你家门口，收费才几毛钱，这能赚什么钱？这就是典型的内卷，大家都在做，但是都不赚钱，甚至是贴钱拼命做。新能源汽车也是一样，中国有几百家新能源汽车企业，大家都在搞价格战，特斯拉降价，比亚迪跟着降价，小鹏、理想、蔚来都在降价，降到最后，很多企业都是亏本卖车。这就好像一群卖菜的小贩，为了抢客户，不断的降价，降到最后，菜都是亏本卖的。表面上消费者得到了便宜，但是长期来看，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还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例子，就是外卖行业。今年京东加入了外卖行业，希望与美团和饿了么分一杯羹。为了抢夺市场份额，京东首先发动价格战，一边给商家零佣金，一边给客户100亿补贴，同时还挖骑手，并且大做公关售。美团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也以补贴回应。起初没有反应的阿里不甘心看到市场被京东和美团蚕食，最后加入外卖战，并投入更多的补贴。3家公司不断烧钱，如果美团给用户发20元优惠券，饿了么马上就发25元优惠券。今天美团免配送费，明天饿了么就倒贴配送费。最夸张的时候，你点一杯奶茶，平台不仅免费送给你，还倒贴钱给你。表面上看消费者爽了，但是这种模式能持续吗？当然不能。平台烧钱，要求与商家摊分，如果商家不参与，看着订单流向了参与的商家，但是员工工资和租金仍然要付，不得不投降参与补贴。但是经过补贴后拿到的单子根本没有太多盈利，甚至有些是做一单亏一单。更可怕的是，这种恶性竞争把整个行业的标准都拉低了。为了降低成本，外卖的品质下降了，配送员的待遇也下降了。最后除了平台的股东亏钱，商家也不赚钱，消费者不断预期降价打折，导致持续的通缩。
企业赚不到钱，裁员或倒闭也会影响消费者信心，进一步加剧内卷，形成自我加强的恶性循环。这就是典型的内卷，大家都在拼命竞争，但是最后没有赢家，整个行业的价值都被破坏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内卷现象呢？这个背后有几个深层次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地方政府的竞争。中国的地方政府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每个地方以发展经济为考核指标，都想要 GDP 增长，都想要税收。所以当某个行业被认为是朝阳产业的时候，各地政府都会大力支持，给土地，给补贴，给优惠政策，甚至直接投资。各地政府都在扶持企业发展，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第二个原因，资本的逐利性。当一个行业被看好的时候，大量的资本会涌入，风投要投，银行要放贷，股市要炒作，钱多了，项目就多了，竞争就激烈了。因为中国的市场太大了，机会太多了，所以不需要赚到钱，只要创业家画大饼，牺牲近期的利润来抢规模，就能吸引投资者，因为大家不想错过这一杯羹。第三个原因，缺乏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当供给过剩的时候，价格会下跌，一些效率低的企业会被淘汰，市场会自动调节。但是在中国，由于各种原因，这种调节机制有时候不够有效。比如说，一些企业明明已经亏损了，但是因为有政府补贴，或者因为银行不敢抽贷，他们还能继续经营。这就像一个本来应该倒闭的餐厅，因为房东不收租金，所以还能继续开下去，但是它的存在会影响其他餐厅的生意。第四个原因，贸易战和关税战的冲击。中国很多行业，特别是制造业，有很多竞争优势，把全世界的订单都夺到了，做到了世界工厂。企业赚到钱，自然会扩产。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都是基于对未来需求的预期。比如说，光伏企业看到全球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在增长，就大量投资建设产能。新能源汽车企业看到欧美国家都在推动电动车，也大量投资。但是中国不断的高速发展，让美国感觉到威胁。同时，在竞选拿选票的时候，面对美国的失业和种种问题，最好是把中国描述成为罪魁祸首。于是特朗普便在2018年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也在今年再发起关税战、中美贸易战，还有后来欧洲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各种关税，把这个预期完全打乱了。贸易战和关税战把原本预期的海外需求大幅放缓，甚至出现下降，但是国内的产能已经建设好了，不能说停就停。结果就是产能过剩更加严重，企业为了消化这些过剩的产能，只能在国内市场拼命竞争，打价格战，这就加剧了内卷。这种外部冲击让原本就竞争激烈的市场雪上加霜，不仅要面对国内同行的竞争，还要面对海外市场萎缩的压力。内卷使价格便宜，消费者受惠。为什么要反内卷呢？因为内卷的代价会严重影响到经济。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了内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大家看到中国的 CPI 2025年年初是负的，7月也没有增长，这个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物价水平在下跌，也就是说中国在通缩。我给大家打个比方， CPI 下跌就像一个人发烧，体温不断下降，正常人的体温是36到37度，如果体温降到35度以下，那就是体温过低，是很危险的信号。 CPI 也是一样，正常的经济体 CPI 应该保持在 2% 到 3% 的温和增长，说明经济是健康的。但是如果 CPI 变成负数，那就说明经济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内卷。当所有企业都在打价格战的时候，当所有行业都在往底部竞争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价格水平就会被拖下来。外卖平台、零元喝奶茶、打价格战，这些都会拉低整体的价格水平。更可怕的是，这种通缩会形成恶性循环。
第一步，价格战开始，企业为了抢市场份额，开始降价竞争。一家降价，其他家也跟着降价，没有人敢不降价，因为不降价就会失去客户。第二步，利润被压缩，价格越降越低，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甚至开始亏损。但是为了维持市场份额，还是不敢停止降价。第三步，成本削减，企业为了减少亏损，开始削减成本，裁员减薪，降低产品质量，减少研发投入，能省的都省。第四步，需求进一步下降，员工被裁员或减薪，收入下降，购买力下降，同时消费者看到价格还在下跌，就更不愿意现在买，想等更便宜的时候再买。第五步，企业更加绝望，需求下降，企业的日子更难过，只能进一步降价，进一步裁员减薪，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因为没有人敢先停手，谁先停手，谁就先死。所以必须要有外力介入，也就是政府的反内卷政策，才能打破这个循环。中国政府也及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从2025年3月 CPI 开始慢慢回升，虽然还是负数，但是已经从负 0.7% 回升到负 0.1%， 到了6月终于回到了 0.1% 的正增长，但是7月又回到了 0%， 这说明什么？说明内卷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还处在一个非常脆弱的平衡点上。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大力推行反内卷政策的原因，不是因为政府不喜欢竞争，而是因为这种恶性竞争已经威胁到了整个经济的健康。其实这种内卷现象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2015，中国的钢铁、煤炭、水泥等传统行业都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钢铁企业亏本卖钢材，煤炭企业亏本卖煤炭，整个行业都在内卷。那时候的情况有多严重呢？中国的 PPI 连续45个月为负，也就是说工业品的价格连续45个月在下跌，意味着企业的利润在不断被压缩，整个工业部门都在亏钱。后来政府推出了供给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措施，才逐渐扭转了这种局面。从2015年12月开始 ，PPI 开始转正，工业企业的利润也开始回升。现在的情况呢？ PPI 已经连续33个月为负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上一轮的45个月，但是趋势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政府要推出反内卷政策的原因。那现在中国政府要反内卷，是要反什么呢？我总结了反内卷的3个核心含义，这3个含义对我们的投资决策非常重要。第一重含义，打破囚徒困境。什么是囚徒困境？我给大家讲个故事。2个聪明的商人在同一条街上开餐厅，如果他们都保持合理的价格，2家餐厅都能赚钱。但是如果其中一家降价，就能抢到更多客户，于是2家都开始降价，降到最后2家都不赚钱了。这就是囚徒困境。每个人都很聪明，但是最后的结果对所有人都不好。反内卷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打破这种囚徒困境，不能让一群聪明的市场主体竞争出一个没有赢家的市场。中国的制造业很强，生产能力很强，但是问题是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好价钱。为什么？因为供给太多了，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反内卷的第2重含义就是要改善供需比，通过减少无效供给，让那些高质量的供给能够获得合理的利润。第3重含义，提升竞争层次。反内卷不是要消除竞争，而是要把竞争升级，从价格竞争升级到质量竞争，从同质化竞争升级到差异化竞争。理解了反内卷的含义，我们就能理解它的投资逻辑了。反内卷本质上就是供给侧改革 2.0。上一轮供给侧改革主要针对传统行业，这一轮反内卷主要针对新兴行业。上一轮供给侧改革的结果是什么？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行业的龙头企业股价大涨。为什么？因为去产能之后，行业集中度提高了，龙头企业的定价权增强了，利润大幅改善了。这一轮反内卷也会有类似的效果，那些在内卷中幸存下来的龙头企业将会迎来戴维斯双击，既有业绩的增长，也有估值的提升。了解完中国反内卷之后，大家最关心的肯定是具体的投资机会在哪里。
在这次的行情，投资机会可以分为3个层次。第一层次，直接受益的行业，这些行业是反内卷政策直接针对的对象，也是最直接的受益者。首先是光伏行业，光伏行业是反内卷的重点对象。经过这一轮洗牌，那些技术领先、成本控制能力强的企业将会脱颖而出。我特别看好那些在技术上有护城河的企业，比如说在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等各个环节都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当价格战结束之后，这些企业的利润弹性会非常大。另外，之前因为内卷而亏损、股价跌过头的企业，股价也有机会反弹。其次是稀土行业，稀土是战略资源，中国在全球稀土供应中占据主导地位。反内卷政策会加强对稀土开采和出口的管控，这对稀土企业来说是重大利好。而且随着新能源汽车、风电、军工等下游需求的增长，稀土的需求还在不断增加，供给收缩，需求增长，这是典型的供需错配，价格上涨是必然的。再者是快递行业，快递行业的反内卷可能会最先见效，政府已经开始约谈各大快递公司，要求他们停止恶性价格竞争。一旦价格战停止，快递企业的利润改善会非常明显。我建议大家关注那些网络覆盖广、运营效率高的龙头企业，顺丰和京东物流都是物流里的龙头企业。最后是外卖行业，外卖行业也是反内卷的重点关注对象。经过前几年的疯狂烧钱大战，美团和饿了么已经基本形成了双寡头格局。现在政府开始关注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要求平台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能只顾抢市场份额，而忽视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我认为外卖行业的反内卷会带来几个变化。第一，补贴会逐步减少，平台会更注重盈利能力，而不是单纯的规模扩张。第二，对商家的佣金率可能会趋于稳定，不会再无限制的提高。第三，对配送员的待遇会有所改善，这虽然会增加成本，但有利于行业的长期发展。对于投资者来说，这意味着外卖平台的盈利模式会更加健康和可持续。虽然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增长速度，但长期来看，这对龙头企业是利好的。特别是美团这样的龙头企业，它不仅有外卖业务，还有到店、酒旅、新业务等多元化的收入来源，抗风险能力更强。第二层次，间接受益的行业，这些行业虽然不是反内卷政策的直接对象，但是会从中受益。首先是保险行业，为什么保险会受益？因为反内卷政策如果成功，会推动 PPI 转正，进而推动长期利率上行。而利率上行对保险公司是利好，因为他们可以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历史数据显示，在利率上行周期中，保险股往往会跑赢银行股。其次是医药行业，医药行业虽然也存在一定的内卷，但是它的特殊性在于创新药是有专利保护的，不容易被模仿。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医药需求会持续增长，那些有创新能力、有核心产品的医药企业会在反内卷的过程中受益。最后是科技行业，科技行业是最不容易内卷的行业，因为技术创新是有壁垒的。那些真正有技术实力的科技企业会在反内卷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第三层次，价值重估的机会，在低利率环境下，那些业绩稳健、分红稳定的优质龙头企业会迎来价值重估的机会。这就像房地产市场一样，当房价普遍下跌的时候，那些地段好、品质高的房子相对抗跌性会更强，甚至可能逆势上涨。我建议大家关注那些在各自行业中具有龙头地位、财务状况良好、分红比例高的企业。这些企业在反内卷的过程中，不仅不会受到冲击，反而可能会受益。说了这么多机会，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第一个建议，分阶段布局反内卷，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的投资也要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关注政策预期。当政府刚刚提出反内卷政策的时候，市场往往会有预期性的上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适当配置一些相关的股票。第二阶段，关注政策落地。当具体的政策措施出台的时候，市场会有更明确的反应，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加大配置。
第三阶段，关注业绩兑现。当企业的业绩真正开始改善的时候，股价会有更持续的上涨。这个时候，我们要坚持持有。第二个建议，选择龙头企业。在任何一轮供给侧改革中，受益最大的都是龙头企业，因为龙头企业有规模优势、技术优势、品牌优势，他们的抗风险能力更强，在行业洗牌中更容易幸存下来。第三个建议，关注估值安全边际。投资不仅要看机会，还要看风险。即使是再好的机会，如果价格太高了，也不值得投资。我建议大家在选择股票的时候，要关注估值的安全边际。什么是安全边际？就是股票的内在价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巴菲特说过，投资就是要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当一个行业正在经历内卷，股价普遍低迷的时候，往往是最好的投资时机。第四个建议，耐心等待。反内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短期的炒作。我们的投资也要有长期的眼光。投资就像种树，你种下一棵树苗，不能指望它明天就长成大树，你需要给它时间，给它阳光，给它水分，它才能慢慢长大。股票投资也是一样，你买入一只股票，不能指望它明天就涨停，你需要给它时间，让企业的基本面慢慢改善，让市场慢慢认识到它的价值。当然，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反内卷主题的投资也不例外。我必须提醒大家几个需要注意的风险。第一，政策执行的不确定性。政策的制定是一回事，政策的执行是另一回事。反内卷政策能否真正落地，执行的力度如何，这些都存在不确定性。我建议大家在投资的时候要密切关注政策的执行情况，如果政策执行不利，相关的投资机会可能会落空。第二，行业分化的风险。反内卷会导致行业内部的分化，强者恒强，弱者恒弱。如果你选错了企业，即使行业整体受益，你的投资也可能亏损。我建议大家在选择企业的时候，要仔细研究企业的基本面，包括它的技术实力、财务状况、管理团队等等。第三，市场情绪的波动。股票市场是情绪化的，即使基本面很好，如果市场情绪不好，股价也可能下跌。大家在投资的时候要有心理准备，股价的短期波动是正常的，不要因为短期的下跌就恐慌卖出。第四，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的经济不是孤立的，它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如果国际环境恶化，比如说贸易战加剧，那么反内卷政策的效果可能会打折扣，所以要关注国际环境的变化，适当分散风险。前面讲了这么多，我认为这次反内卷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它不仅仅是一个政策调整，更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转折点。过去40年，中国经济主要靠规模扩张，但现在人口红利、土地红利都在消失，经济必须转向质量发展。反内卷政策要求企业不能再靠低价竞争，而要靠技术创新来竞争。这意味着那些真正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将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且这次反内卷涉及的外卖、光伏、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都是朝阳产业，成长空间比上一轮供给侧改革的传统行业更大，直接受益的行业可能会有价值重估机会。投资不仅仅是赚钱，更是一种学习。我把我30多年的投资经验总结成了一套叫做选股5部曲，简单实用、容易掌握的选股方法。这套方法里5个步骤能让你系统化的买中倍升股，你的投资绩效会大大提高。如果你对这套课程感兴趣，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了解更多。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点赞分享这条影片。有不同看法或问题，欢迎留言区留言交流。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